大家好，我是 LWH。在6月16号平衡性调整后，再过几天第3赛季 Down Under 就要结束了。今天我就来盘点在上次调整后5位强势的 mini，因为黄色骑兵角色众多，以下为我的个人经验和想法意见。如果你有跟我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哪位 mini 是下半赛季中最强势的 Top 5之一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你可以帮我按赞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，还有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喽。第5位，黄金巨人。能晕眩能回血的黄金巨人，作为一名坦克，自推出以来就很受大家欢迎，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场上为其他后排抵挡伤害。而在这个皇家幽灵很强的版本，人家记住幽灵的方法，其中一项就是击晕它，延长它的隐形真空期。因此，在场上能击晕别人的角色就变多了。黄金巨人除了能击晕别人，他的一星 Golden Helmet 还可以在被击晕时回血。所以在面对卡祖有很多可以击晕别人的对手时，黄金巨人比起其他坦克能坦的伤害更多，因此能晕眩别人又能克制晕眩的黄金巨人就变得强势啦。第4位，超级骑士。超级骑士在上次改动后，虽然下修了一点血量，但是他的技能影响范围变得更大，加上2星 Earthquake， 就是几乎全场都能晕倒。而在这个幽灵神出鬼没的版本，击晕幽灵就是最简单暴力克制它的方法。而超级骑士的击晕技能是范围型的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在超级骑士目标附近的角色都会被击晕，即使是隐形的幽灵也会被晕到，进而被延长隐形的真空期。加上一星 Slam 还会增加击晕时间，而且超级骑士的血量是全部 mini 中最多的，想打倒它可不容易。因此有血量优势和大范围击晕技能的超级骑士就成为强势 mini 之一啦。第3位，骷髅巨人。骷髅巨人从以前到现在都很强势，因为他的技能机制真的很强。虽然相较于其他坦克角色，他的血量不高，但是他就是要被击倒才能发挥作用。被击倒后，骷髅巨人掉落的炸弹能造成击晕和伤害，而且跟超级骑士一样，炸弹的爆炸是范围型的，因此能扎到隐形的角色。就算开场被隐形的角色击倒也不亏，还能延长皇家幽灵的隐形真空期，而且2星 Flash Fan 还能增加击晕时间，简直就是皇家幽灵的克星。骷髅巨人不怕对方角色伤害多高，技能多花俏，就是怕对方不打我。第2位，皇家幽灵。皇家幽灵应该是上次平衡性调整的大赢家之一，在重置后，他的技能和2星调换。但皇家幽灵不用特别点新技能就能辅助队友隐形，让本队在前期得到优势。不过真正让大家觉得幽灵可怕的跟动是他的2星 Ghosty， 不是用能量充能计算，而是改用攻击次数计算，打3下后隐形，代表他在隐形时也可以累计技能。还有幽灵重置后升级新技能攻速也能增加了，代表幽灵可以在隐形时间结束后，在更短的时间内再次隐形，而且他本来伤害就高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怕幽灵，因为只要不放可以延长他隐形真空期的角色，大几率就是让他隐形完再隐形，整场被压着打。如果攻速慢一点，甚至连一点伤害都打不到。而且皇家幽灵的血量提升，配上3星 Combo 回血技能，想击倒幽灵就更难了。你是不是也被皇家幽灵延续的隐形强力输出而气得牙痒痒过呢？第1位，闪电法师。你可以发现，现在强势的角色都是冲着皇家幽灵来的，那是因为皇家幽灵还是有些短板可以克制，但是这位角色却是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克制。这就是在上次平衡性调整后，当大家都在想如何克制皇家幽灵时，某位除了能克制大魔王幽灵，还能压制全部角色的 mini 闪电法师。如果说在上次平衡性调整的一开始是皇家幽灵的天下，那在之后真正统治全皇室骑兵角色的就是闪电法师了。闪电法师技能增加了击中人数，变成3人，加上1星 Fork， 总共就是5人。皇室骑兵能放的角色最多也就6个，放上3星 Electrocute， 结晕时间延长3秒，只要开了技能，对方晕完后，闪电法师技能能量就快挤满了，等于整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晕眩。而2星 Charger 开场增加3个技能能量，大大减少对方前期造成伤害纯技能量的时间，然后闪电法师血量也不低，想击倒闪电法师就是难上加难，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他。能对付的办法大概就是自己也用闪电法师吧。你是不是也常常被闪电法师气得想摔手机呢？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强势角色 Top 5分享。皇家幽灵跟闪电法师真的很强，如果遇到对方有这些角色，压力真的很大。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你心目中的 Top 5哦。
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